遇到天量，99%的散户都不敢追，因为经常听说天量见天价，但这句话一定对吗？遇到这种天量形态，其实应该果断介入，很多时候天量之后还会再度大涨。同一只股票，同一种成交量，但内在的含义可能大不相同。你看到的是天量见天价，阿哲想告诉你的是天量不见天价，后市前途无量。今天我们就讲价过天量，前途无量模型，内容不多，但句句是干货。如果听完觉得有收获，可以点赞视频，订阅频道。我们先定义何谓天量，在时间上主要有2种分类，一种是历史天量，是从上市以来去寻找最大成交量；一种是阶段天量，指某一阶段明显放出巨量的一天。我们今天主要讨论后者。那怎么去快速识别天量？一般有效的天量会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前期量能温和缩放，突然有几个交易日出现明显4到5倍于前期的放量行为，那么其中的高量就可以视为天量。而天量后，一般我们也是需要缩量的，否则放量超过天量，天量也就将不再是天量。对天量有了基本的认识后，我们还需要知道，不是所有的位置的天量都会前途无量，毕竟天量见天价也不是空穴来风，我们需要确认关键位置的关键量能。天量最好能够出现在压力位突破、支撑位起跳等等地方，所以天量的 K 线应该是关键价位的上涨放量 K 线。当价格位置以及成交量相互配合，这种天量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。接下来就是交易策略的制定。对于天量，你可以这么说，它一定是大资金参与的行为。正常情况下，散户不可能发动这种规模的放量，但大资金想做什么，你很难从基本面和消息面去分析得知。所以我们从关键的天量 K 线入手，只要天量 K 线的最低价格不被跌破，我们就保持关注。一般3到5天内，某一不被跌破的天量柱，大概率就是资金入场的证明。但我们的入场点不是在这，最好是等待有效的确认。当价格不破天量底，反而缩量突破天量顶，说明价过天量，前途无量，这就是跟庄买入的入场点。只要能够突破天量顶，后续哪怕再度回落，只要不跌破天量底，就可以分批低吸。这就是前途无量模型。一个小提问留给你思考，在破天量顶之前，天量 K 线的区间内的调整时间是越长越好，还是越短越好？现在阿哲给大家一个曾经的实战案例作为讲解。这只个股是 mRNA， 低位的明显放量，它是我们要找的天量吗？是不是很明显不行？因为它不属于上涨的天量 K 线，我们需要寻找的其实是它跳空上涨的天量上涨 K 线，比前期的平均量能明显放量4到5倍。对于昨天成交量，它也属于倍量，也是高量 K 线。这也是为什么阿哲在12月26日盘前会关注到它的原因。当时在电报频道中也提醒了学员可以关注，技术面表现很不错。可以发现天量 K 线突破了下降趋势线，它也属于低位的起跳，所以它是关键价位关键量能。那可以进行交易吗？天量底后续没有被跌破，而12月26日收盘还突破了天量顶，所以这也是可以入场的信号。短线后续还有20个点的利润呢，价过天量，前途无量。如果你是订阅了阿哲频道的粉丝，也可以在下方置顶评论区申请加入电报频道。阿哲日常会在电报频道中更新市场行情解析和个股分析。现在回过头，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同一只个股、同一种天量，为什么结果大不相同。最简单的观察方式，天量的 K 线底是否被跌破了？跌破了，大概率就是天量见天价了。没被跌破，
只有机会出现前途无量模型，价过天量，说明机会慢慢在出现。我们作为散户投资者，也可以识别大资金的异动，跟庄吃肉。这就是今天阿哲所分享的成交量如何分析第3讲。如果前2讲你还未观看，也可以在订阅频道后前往首页进行学习。今天就先分享到这，更多精彩干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